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钱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今天的大主轴，赶快来关心到是北京已经正式宣布不会买美国的大豆了，川普可着急了，这一次他施压全球，希望来救救他。到底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赶快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个，北京在宣布不买大豆之后，现在川普可紧张了，到处要去卖美国的大豆，到处在做兜售。首先，他向这个才跟印度课征50%的这个高关税的印度这个国家去求救，结果印度看起来似乎是没有要理他。另外一方面，再来就是阿根廷了，也反手砍了美国一刀，要卖高粱给中国。美国的农业会不会彻底的被边缘化呢？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个题目，政府关门了，现在很难被补贴了，那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川普本来是想要逼民主党的，所以做这个政府关门的动作，结果现在看起来是害惨了自己的农民了，是不是就是自断手脚呢？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了，针对这一场大豆战，北京回了冷冷的一句：“你先取消你不合理的关税吧。”接下来，川普要拿什么筹码来换回中国买自己美国的大豆呢？今天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确实美国的大豆危机迫在眉睫，因为北京在宣布了暂停采购美国大豆之后，美国的整个农业体系现在可以说是陷入了海啸级的一个大震荡。川普现在呢，赶快向多个国家四处兜售自己的大豆，哪些国家？赶快来看到。首先包括了印度，包括了越南、孟加拉、非洲的奈及利亚等等，都成为美国施压的对象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印度之前一直跟美国处得不好，在近期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对他课征50%的高关税。印度的智库直接跟莫迪喊话了，说：“别跟美国买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转向东看才对啊，出口对中国来增加我们的彼此的贸易量。”不仅是大豆现在出问题了，阿根廷这个国家在背后也砍了美国一大刀。阿根廷做了什么事情？他宣布10月份开始会提高自己在高粱的出口的标准，把它做得更好，以增加跟中国大陆的出口关系。我们先来看到，光是今年1到8月，阿根廷出口高粱123万吨当中，竟然有122万吨都留给中国市场，几乎就是全部卖给中国了。要知道，这个高粱对于美国来说，过去在农业产业里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去10年，美国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高粱市场，供应量最高一度是达到了90%，如今阿根廷是一脚把美国踹开，美国的农业恐怕这一回是雪上加霜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现在川普到处在兜售自己的这个大豆，是否证明无法失去中国市场？还找上了印度，然后在背后阿根廷还砍了他一刀。川普想要分散风险，市场似乎看起来就是个笑话。美国农业是否被彻底的边缘化呢？接下来苑老师怎么看？中国是一个农产品的进口大国，尤其是进口美国的农产品。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数字比例？中国可耕作的土地，以及的话它的人口的数量，还有一个相较于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人口少但是地肥沃又很大的国家里面，这个大豆会变成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在商言商，做生意完全是看买卖。那美国现在川普的话呢，莫名其妙乱加关税的结果，通通都加他所谓的对等关税。这个结果的话呢，对于中国来讲，马上要未雨绸缪，因为大豆作为黄豆、小麦、玉米中的第一位，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喝豆浆，我们每一个人都吃大豆，我们大豆又可以给畜生吃，大豆又可以给人做豆浆吃、做豆腐吃，对中国来讲特别重要。所以说呢，你只要哪里有便宜就买哪里的大豆。现在大豆的话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从巴西进口，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的话呢，有很多国家像阿根廷啊，或者说是这个巴西啊，他们完全针对于美国的关税政策做出反制，因为这些国家他们也是
进行了农产品的尽量对外出口。原来中国跟美国进口了非常多的大豆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平衡的贸易逆差。那你现在贸易现在产生这种结果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那对不起，只好是换的比较便宜的。所以阿根廷借这个机会马上取消了大豆出口的税额。那么中国本身来讲，抢了10船的阿根廷的大豆，另外有70%是改从巴西进口。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这个可麻烦了，因为美国的大豆产农，他们本身来讲，无论是贷款也好，播种也好，租这个他们的农具机也好，就是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每吨的大豆损失的话，就要损失150块美金以上。在这种数字底下的话呢，以美国现有的制度，很多中西部的农民大豆卖不出去，不是烂在地下，就是直接抱怨这个川普策略。然后第三个，我要强调，农业的本质对于川普来讲是一个大坏的消息，因为农业进口的话呢，一定要经过一个检查，无论是农药上的检查还是基因的检查，都需要非常严密检查。换而言之，这里消息已经说明了，在大陆本身改换从巴西或者阿根廷或者其他国家进口大豆的时候，已经改了非常长的时间，只是没有让美国知道而已。美国现在还傻傻的认为说关税有用，有用的结果产生这样的下场，这个下场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美国的大豆会失去中国的市场，这就是结论。好，大豆的损失现在初估起来，来自于共和党议员的初估哦，恐怕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现在美国自己非常的头痛，尤其川普很重要的铁票仓全部都是来自于农业，所以他现在真的是卖不出去了，只好想办法怎么做呢？接下来他就是开始兜售嘛。那兜售之外，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能够补助这些农民。但是现在眼前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现在政府关门农业部没有办法。连最基本的贷款都给不起，是要怎么补助呢？华尔街日报跟这个路透也在这边做披露了。川普现在正在想办法，希望能够考虑至少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真的给得出来吗？还是就打倒了美国原本的农业铁票仓？是不是本来是要弄民主党的，现在害到自己了，还害到自己重要的选民？干哥怎么看？好了，川普态度那么强硬我跟你讲哈，但是现在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不是在我们的思考里面的一个招数他是怎样知道？他就绕过国会，因为反正现在政府停摆嘛，对不对？那国会现在最快要14号才开会那我们就透过什么叫做商品信贷公司 CCC， 那是专门是帮农业补贴农民的一个公司，我就绕过国会我就私底下先给这个农民补贴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先给的话，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拿到钱？不是今年拿不到钱。我已经答应给你补贴了，可是问题是你今年可能拿不到钱。我跟各位讲，农民不能够现在拿不到钱，因为他们的，老实讲一句，农民的收益就是他们完全看天吃饭的。如果大豆在今年底卖不掉，你连带其他的这些农产品也一样卖不掉，这样子他们的生计就会断了，因为他们都靠贷款在活的。如果说你今天你付不出贷款的话，那你怎么办呢？这就是最直接而间接的冲击，就到了农民的身上了。所以从现在的初估来讲，是100到150亿美金的补贴才可以让他们渡过难关。但事实上，他们说现在已经恐怕到2025年底。我跟你讲，他说如果在关税跟稀土的争议上，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话，农民最高的最后补贴可能会达到400亿的美金，那其实是整个面向来看，不是光是只有大豆而已，它的冲击就有这么大。400亿美金，400亿美金等于是台湾的国防预算1年对吓死人了。光在补贴上面就花这么多钱，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在关税跟贸易领域这种不合理的对等关税，对中国就要采取55%的关税？你好好川习会的时候拿出来谈嘛，对不对？很简单，美国豆农怎么说？30年来从来没有中国到现在已经11月，快要接近11月，而没有订单给我们。然后那个在那个荷兰的那个大公司，荷兰的农业机具的巨头凯斯纽集团的那个执行长他就讲了，他说：“我告诉你，如果说美国大豆没有去处的话，我们荷兰的农机具大概也卖不出去。这个中国跟那个美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战竟然会牵扯到荷兰的农机公司，对为什么？就没有人跟我买牵引机跟农耕机啊，对不对？我们是最大，我们是世界直牛耳的公司。他说：“我跟你讲，我们的贸易大概有60%操纵在中国的市场手上，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那你现在到底要不要达成协议？那其实习近平就在想啊，你自己先屈服。如果你川普你不先屈服的话，我就是不下订单。你知道川普现在私底下为什么不屈服吗？他找了几个国家，你想都想不到，找了10几个国家。第一个印度大家都知道，他还找了马来西亚、孟加拉，然后什么厄瓜多尔、埃及，他等找了需要大豆的，他全部找一轮了。然后你知道美国那个农业主席他讲一句实在话，他说这些国家加起来不到中国的一半，你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个中国的市场，这是贸易的现实。而美国农民需要活下去，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说，在这次到月底的川习会上面，势必要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解决方案，不然的话，美国农民到了明年还是一样要遭遇到同样的困扰。对，这一场大豆战不只是害到美国农民，刚刚也提到了嘛，这个相关的全球的跟农业相关的这些设备商，包括荷兰的这些厂商，都会一起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接下来美国怎么去跟中国谈了，尤其是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10月底接下来的川习会上面，会不会川普可以就这个大豆议题跟中国达成一些和解呢？那贝森特在这个时候出来喊话，他说：“这个美中之间啊，接下来会有重大的突破，好像要似乎营造一种比较和解的气氛。当然了，现在北京也有了最新回应，他给的回应就是非常的冷静。他说，是否接下来中方会恢复采购，一切取决于美国你是否取消你的不合理的关税。委员怎么看？川普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条件求中国把大豆给买回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哦，大概是世界上食用或者是使用大豆的数量最高的国家了。那么，所以其实我看到一个数据哦，就中国大陆每一年哦，它在全世界需要这个各地进口的大豆的量大概是1.3亿吨，一年要1.3亿吨哦。那么占了多少呢？占了全球大豆产量的61%。就全世界生产大豆的61%都几乎进口到中国大陆，当然包含中国大陆自己生产的哦。所以中国大陆一年需要1.3亿吨哦。那么美国去年有45%的大豆出口的主要的市场都是中国大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大豆战哦会让美国感受到如此沉重的压力的关键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施压给，比如说刚才干哥讲到了好多国家，什么奈及利亚啦，什么非洲的国家哦，亚洲的国家，讲到什么越南，讲孟加拉，这些国家并不是像中国人长期以来是主要会食用或使用大豆的，所以你施压给他们有什么用呢？我光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孟加拉，他施压给孟加拉，我也觉得很奇妙。孟加拉已经被他整得也够惨了哦。孟加拉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你去逼他买什么大豆啊？然后呢，施压给他，他拼了老命买大豆，买了多少呢？买了40万吨，增加了40万吨。可是各位要注意哦，我刚刚讲的数据哦，他中国一年需要1.3亿吨。40万吨算什么？对，杯水车薪。美国45%的大豆，相较于那个40万吨，简直就是无法比拟啊，你知道吗？所以对做美国的大豆农来说，他们完全无法感受到说这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帮助。所以最近看到很多视频在访问那个美国的大豆农，他们都在讲，他们唯一期待就在等10月底、11月的订单了。如果10月底、11月还有订单下来，他们囤在仓库里的大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个出口出去。如果不行，他们就今年就真的血本无归了。大家随便在视频上滑就可以看到很多大豆农出来给你哭啊。他说：“我背后种的大豆是我这个今年种的最好的一批，这是我的心血。但是我现在只能够通通把它这个销毁掉，因为我卖不掉。”所以其实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大豆战呢，当然是大获全胜哦。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我记得在节目里我很早就讲过，美中如果发生贸易战，死得最惨的不会是中国，因为大家可以盘点一下，就中国到底需要美国什么，美国需要中国什么，你一做对比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美国能够对付中国的，在科技战卡他脖子，可中国大陆在 DUV 在晶片的生产上已经有过突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看哦，美国大量的像农民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的，
所以一旦中国大陆切断了这个供给或者切断了购买，对美国来说就是灾情惨重了。所以现在就等着看，在这一次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包含在 APEC， 如果这个习近平可以跟川普碰到面，那么他们究竟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另外一个共识？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北京政府早就准备好了工具箱了。这个工具箱从这个稀土一路走到大豆，可能接下来就像刚才这个大家所提到的高粱，这是另外一个重点了。美国的高粱不卖到中国大陆去，它卖到哪里呢？就高粱是几乎是中国大陆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对，如果中国大陆从大豆战再打到高粱战，这样一路打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对美国的这个中西部的农民来说，恐怕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灾难了。那么就要看川普要不要做出让步了。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